我们先来看看芝加哥现在的状况，好像战区一模模一样样。请导播让我们看这个画面，这是美国联邦移民的执法人员。最近他们的手段非常的激进，为了要把这些非法移民给赶走居然搭直升机突袭芝加哥的一处大楼公寓，学校旁边还丢出了化学弹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小学附近的家长们都很紧张因为这个老师们呢也把这些学生的户外活动改为室内。你看到红色的这些烟雾起来了，这是一个化学弹。你要逮捕非法移民 ，OK， 我们了解，可是需要这样吗？需要在自己的人民内部找敌人吗？我们看到芝加哥的 ICE 探员还跑去医院里头抓人呢。有一名女性的市议员，您看到她穿一个灰色的 T 恤上衣这个 polo 衫上衣，这一位穿牛仔裤的是一位女性的市议员她本来在医院里头探病看这些受伤的老百姓，结果 ICE 的探员直接把她给抓起来的。ICE 是这样讲说我们有问她，叫她拿出相关的身份证件可是呢她并没有出示所以我们就把她逮捕了可是动作蛮粗暴的所以你看到在美国国内现在民主党执政的这些州的州长非常生气。你看到伊利诺州的州长他就说你川普在做政治表演你把300名国民兵联邦化这个对川普来说从来不是为了安全，而是为了控制川普的说法是说我要维护这个地方的安全，可是州长说不是。那我们看到川普下令出兵进驻芝加哥，这个国土安全部部长叫诺姆，大家对他也算蛮熟悉的他说芝加哥的暴力很像战区这个非法移民乱搞我们强调联邦政府有责任确保执法人员的安全，所以他带头。可是我们看到呢他带头想要进当地的一个办公大楼，结果被拒于门外他很生气。我们来看看这一幕。We can? Okay. All right. Thank you. Interesting. 好，这个在伊利诺州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他就很生气，他说我只想要进去上个厕所，你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呢？所以你看民主党共和党在野执政在美国也是像敌人一样互不相让那对美国的一般的民众来说，当然他们不愿意看到这个状况，因为整个国家长这样，你希望看到吗？我们看到为派兵芝加哥跟波特兰这2个地方，川普政府贴了战区的标签，说你们这个地方是战区所以我要派兵进驻川普政府把芝加哥形容为战区借此不顾当地民主党籍的首长反对径自去部署军队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到处都是烟雾而且荷枪实弹的军人这个国民兵都来了。那我们看到五角大厦的发言人就说了我们是遵照总统的指示所以现在有200名的加州国民警卫队成员，我们要把他从洛杉矶调到波特兰来支持联邦人员执法的法定任务。可是这个加州州长纽森大家对他也蛮熟悉的，他是民主党的一个明日之星嘛其实也是政治明星。他就说你川普不理法官禁令派加州国民兵进驻波特兰，我要告你他要提出诉讼那我们再来看看一个川普的一个最新的诉讼，他又败了。这是美国法院最新的一个裁定禁止中央派任何国民兵赴波特兰看看美国的内部也是很乱亮哥。我认为川普是故意的，就是他知道美国的民众抱怨治安恶化，所以他会一路炒作到明年，就把这个当作明年国会议员选举的主题。那这样对川普是有利的，因为华盛顿那次他执法，发现民调是上升可是华盛顿因为他没有州嘛，那这次他就扯到了法律争议，是因为国民兵要调动，州长有权那川普是怎么弄的呢？川普直接说有叛乱，他用叛乱法战区，那叛乱法他就可以直接调国民兵要去镇压平乱那至于州长说你违法，那是事后的事情，而且他们去法院提告啦不，所以嘛，那你事后告我，没有我就输嘛
可是我已经派兵了。我不是啊，你就要撤嘛。那我下次再玩另外一次嘛。哦，你知道我意思？因为他可以用叛乱法。对，叛乱法，联邦政府就有权利。OK， 所以要镇压啊。那这个就是川普在那个五角大厦那个800个将领，他现在就是要搞这个了。还有一个叫做非国际的激进组织，比如说委内瑞拉，他认定那些毒枭就是激进组织，他就可以派军队要去。他说军队也要负责这样的交战。可是针对不是国家，针对的是那个国家内部的毒枭激进团体。这个争议还比较小，因为他如果真的是毒枭了，可是问题是，川普现在把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说他也是毒枭，这个有一点。那接下来怎么办呢？对，要推翻他吗？然后他说，我这个不是针对委内瑞拉政府我是针对毒贩团体在打仗。问题是他是总统，不还没有发生嘛？就说如果真的他就这样硬干，说委内瑞拉为什么毒贩都压不住？因为他的总统就是贩毒集团的成员嘛，他要用这样来搞你嘛。所以我跟你讲事实上他去，比如说他说波特兰我要派国民兵过去，对，因为安迪法的总部在波特兰，对，没错。那安迪法一天到晚都扬言要去攻打 ICE 嘛，那个移民局嘛，对啊，而且是包围啦，对，发生过很多次。那结果波特兰市长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他说这个就是集会游行啊，对啊，集会游行自由啊，是啊。然后那个波特兰的 Oregon 州长也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啊，川普认为不是，这是叛乱，镇压，对。那你说这个东西到底谁赢啊？我认为这样玩来玩去美国大部分的老百姓还是不喜欢社会骚动，对啊，因为民主党执政的地方真的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啦，还有梨园购嘞，还有一大堆示威，常常都有冲突嘛，跟警察嘛，所以我跟你讲，我认为川普这个是设计过的，就是他发现他的关税战并没有办法迅速的改善美国的经济，而且美国的经济实际上在恶化中。那通膨也起来了所以明年怎么选？所以就想到这一招。哇，很精密的计算呢。这招有用哦，对啊，你不要低估它而且那个国土安全部那个 Noem， 对，他就是要进驻那个州的 building， 对，被挡在外面嘛。就是他还说，我只是想上厕所，你不让我进去。不管，因为州大楼州有权利，所以现在就是联邦跟州直接杠上了那他就是执行者嘛。对，没错。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有的搞美国搞成这样，我们倒不要说是内战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可是就已经是乱成一团了。真的，就是联邦跟地方杠上了。而且最后的终极冲突明年会发生。真的直接针对洛杉矶跟纽约。你为什么会这样预言？因为他公开讲了。他有这样讲。川普说最后的目标就是洛杉矶跟纽约。哇，真的很大胆呢，直接这样讲很狂啦来，将军。军队是打仗，警察是管治安，这很清楚的。但是美国的警察很多，美国总共92万个警察，我们台湾6万9千个警察，台湾2340万人，那美国是3亿4千万人，美国人口是我们的13倍，那美国的警察数也是我们的13倍，所以刚好美国不缺警察，所以警察是够的。因为美国警察分4级，联邦有联邦警察，联邦警察下面是州警察，州警察下面就是郡，波多马克郡或者是这个蒙哥马利郡，郡有郡警察，最下面的市警察，洛杉矶市或者是我们旧金山市这市警察，所以它分4级，所以美国的警察编制是很完整的。那但是美国的警察比台湾警察厉害。第一个，你注意看美国警察是很强势的很凶，对，直接枪毙那个有的歹徒是不是有持枪直接隔壁了？我们不行了这个也不行，那个不行，还要在那边讲一些宣读一些什么那个法律，那完毕之后，那歹徒早就开枪跑了，是这样。美国很强。第二个，美国的警察力量是很大的，美国的警察是有空中武力，美国空中有直升机，空中有无人机，都是警察。我们的警察哪有空中有无人机有那个直升机所以美国的这个警察的工具是很多，美国的警察是很有能力的。但是我们来看的就是说，
那川普为什么要派军队去镇压，去维护治安呢？我认为川普是想要一举两得。他想要就是说，因为这个军队下去了，因为军队川普本来就是统帅嘛，那他这个为了权力的渗透性，渗透到各州，因为有的各州他不是跟川普共和党的，他是民主党的州啊，但是他以军队的名义下去，这个就不一样了，这就是共和党的权力渗透性到民主党的州长的州去做执法的动作去了，所以权力的渗透性呢，以治安之名来行权力渗透性，这样子没问题了吧？美国这50个州，他那个川普总统都有权利调动军队去维护治安，所以治安也维护了。这个川普总统的军队的这个权力的渗透性也下去了，所以变成一举两得啊！这种事情的话，一本万利，川普为什么不做？所以他会去做的，他有政治考量的。这4级的联邦警察、州警察、郡警察，还有4级的警察，他这样子来做的话，那他只是听州的这方面的指示。原则上联邦警察的编制数因为太少，美国的各个的那个警察啊，他各个的那个单位啊，总共18000个警察单位，就是警察，像台北市警察局啊，就类似这个样的，美国有18000个，所以美国的这个警察的治安的能力是很强的，所以川普让军队过去，就为了权力渗透性，以管理治安之名，强化治安名，让权力的渗透性到美国这50个州。是，请教。我应该这样讲了哈，就是他绝对是故意的了。尤其你看到，不管他现在挑选的，确实都是所谓民主党籍的执政的州嘛，所以他的故意就是确认无误。但是我们还是要讲啦。我觉得美国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一直在讲有没有可能演变成之前不是有一部电影片《美国内战》吗？有没有南北战争前夕的那个味道？凭良心讲是有，但确实没有到亮哥讲已经似乎一发不可收拾，没有，但是有那个味道。但是我们要讲为什么大家很喜欢川普？我说川建国，你看到他讲的现在所有的话，我必须讲，上帝欲毁灭一个人，必先使其疯狂。虽然他是经过设计的，可是我讲通往地狱的路通常是由善意铺成，可是川普更是恶意，所以你今天看到了这一些所谓他派兵过去啊，希望不管是将军讲的权力渗透，还是他希望给这个民主党籍的州长难堪等等，我还是要讲，美国到目前为止，我们如果看今天的这个背板的这个最后，我觉得美国还有救，就是它毕竟是一个所谓我们讲的山巅之城。他的一个法官，他今天派的原本要派什么俄勒冈州的去，就后来被挡下来，他就改派加州。可是这些法官，我觉得跟我们台湾不太一样，人家都是有 guts 的，该挡就挡，你违法我就跟你讲说很抱歉。俄勒冈的法院最新的裁定，暂时禁止川普政府直接派出任何的国民兵的这个部队。我讲白了，这就是美国之所以伟大的地方。当然，我不晓得他能坚持多久。可是，如果他们的人民真的有一点概念的话啦，或许我看到了，不管是所谓的五角大厦的发言人帕内尔，他们讲的这些话，我必须讲。以前阿扁时代记不记得有个叫公民不服从？如果你已经明知道川普的这个命令有可能涉嫌违法的话，你为什么就是不再思考，或是不顿呆解？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检验的。可是你今天看到，不管是从所谓的波特兰啊、芝加哥，他铁了心要派兵镇压，我这样讲，他只为了满足川普个人的私欲跟私利。可是我说实话，我并不认为美国人民真的有这么的笨啊。所以这出戏继续看下去，包含诺姆，你认为他说他不进去上个厕所都不行？不是啦，你是看看他讲的那些话，当 ICE 可以不经任何法定 SOP 的程序，违法宪法，把这个所谓的这个议员直接上铐。我坦白讲，你已经看到了一些，我觉得那种隐隐约约像恶的火花已经在发散的状况下，所以我觉得美国接下来怎么做，我觉得我们可以持续的看下去。还是要持续的观察。不过大家还记得吗？美国的国防部长不是讲了这一句话吗？他说我在五角大厦看到好多的将官啊，每个都好胖，留着络腮胡，他觉得大家要推行减肥运动。他一说啊，立刻就做。我们看到赫格塞斯在海军学院对决空军学院有一场美式足球比赛里头他率领了3068人一起做1分钟的伏地挺身。
哦，这个打破了金氏世界纪录，很壮观。可是他只是为了要这个找一个乐子吗？好像不是哦，他的的确确希望重整美军。不过呢，川普恐怕真的是在耍这些美国军人因为大家知道美国政府现在关门了，那有很多人领不到钱，说是有130万美军被欠薪他们的军眷们、他们的眷属们排队领救济金，还有救济食品听起来蛮心酸的。说是有军人家庭在清晨5点开始排队耶你为国在这个前线这个戍守在海外，结果你的妻小要去排队领救济食品，这景象很难想象。不过呢，川普自己是这样讲，他说这个停摆美国政府停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那另外他在 social media 上面发一些很奇怪的 AI 恶搞影片，发了之后又删所以有一些记者就想说，奇怪。川普还好吧？你在记者会语无伦次，然后呢又发这些奇奇怪怪的影片。白宫发言人李威特是说，总统喜欢找点乐子，他喜欢开玩笑。他看到有人传一些影片给他，觉得有趣，他就转传出去转传出去，他可能觉得不妥，才把它删掉。可是外界呢对川普的心智是不是很清楚这件事情呢又来了，大家又会开始在讨论了。而另外我们看到呢 APEC 即将登场了，很多人在关注这件事情。川普跟习近平可能有一场场边会那美国的鹰派呢是很担心川普会不会到时候见了习近平之后又说我觉得中国很棒对习近平对中国软弱呢他们很怕这件事情。那我们再来看看呢，美国军方现在又爆出一个新闻说有美国军方就有人跟他们出售一批所谓的堆高机，像是这样的东西。可是Made in China， 那联邦检察官说这个涉案的人伪造机器发票逃税，逃这个进口税。所以其实很多问题已经出来了，在这个贸易战的大框架底下。而另外呢，马来西亚的这个贸易部长讲了一句话，他说现在企业大家要各自求生，可是你还有一个这个具备2个厨房的技能。为什么？他说未来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美国跟中国都坚持要让自己的战略产业和彼此分开两边都要分开，所以呢未来不会只是一条边或一条龙我们地球以后就不见得是一个地球村了要拆解原本密不可分的供应链变成2套，美国套中国套会有2套2个厨房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而另外我们看到小摩的最新报告说，最高法院裁定违宪几率达80%，所以最终川普的对等关税可能会失效大家记得吗？这个还在打官司可是呢，我们现在我们的台湾的最终关税还不知道这个都还在进行当中。另外黄金因为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所以黄金飙上新高，已经逼近$4000大关了，这个要刷这个史上最高的记录了那很多人都想要避险黄金囤积战各国的央行在8月大举的增持，说是全球央行当月合计净买入15吨的黄金很可怕。那黄金白银魅力大，巴菲特过去说这个黄金他们都没有什么批评说那个无用啦没有生产力啦，可是最近开始赞扬贵金属的好，所以富爸爸的这个作者就说，你看看有可能股灾要爆发了，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台股美股一直不断的涨，可能要爆发这个股灾了吗？来请教亮哥。那个美国的国防部长在谴责肥胖将军嘛结果加州州长纽森贴了一张照片最胖的就是3军统帅川普肚子很大是那川普应该被 fire 你怎么可以肚子那么大呢？可是他很老了减不了。78岁，78岁没有老有老的标准，我们的体测是按照年纪，20岁、30岁、30岁、40岁的，有那个按照你的年纪去分。是，这个就是越搞越多那个噱头啦。是啊，其实川普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对，他也不是现在才语无伦次，他其实第1届就这样啦。一路都这样，他在做自己，可是越来越严重。就是你把 AI 影片
也贴到自己的贴文，对，那就相当严重了。对呀，因为那个又是一个政治人物，是，又是你的对手，是。可是我觉得他不会停啊，他就是这样了，而且他觉得那个共和党的选民已经喜欢他这种调调，所以他也不会改。那至于这个 APEC 啊，就是10月底，习近平跟川普可能会见面嘛。那目前川普已经留言了，说他要求中国买大豆了因为这个已经造成很大的问题因为中国大陆已经连续5个月没有下单，那是购买量是巨减嘛。2024年中国大陆还买了20%那结果现在是巨减，现在大概不到5%啦。那美国的大豆农现在在叫嘛，而且明年他们刚好都是关键农业州的选民那有可能会造成南达科他州的共和党的参议员落选。所以川普有点急了。我觉得中国大陆是故意的。中国大陆现在开始发现他作为最大买家，市场就是筹码。对，所以他现在开始列出一些项目了，我就不买。对啊，我看你怎么办。那来跟我谈啊。而且他现在也不会就送你一个礼物一定是一码换一码。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共和党、民主党的建制派就担心川普就急着要中国买大豆那就对科技管制做一些让步了。因为今天彭博2天前还登了一个独家，说中国大陆搞不好提出一个大的对美国的投资的方案，说分5年投资1兆美金那你对我的国安制裁全部取消，你觉得有可能吗？你觉得中国有可能？我彭博这样写因为那个马德里谈判那个贝森特回美国他就讲一句话，他说中国提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提议。对，有，我们回去要研究一下。我记得这个。彭博就说就是这个方案。就这个。对，所以你要钱嘛，那你国安的管制都取消，我投资你1兆美金，分5年比如说比亚迪可以到美国投资电动车的电池我可以投资设厂因为美国市场蛮重要的。对啊。那你对我一些国安管制你要取消，这个还蛮诱人的。所以他们才怕川普会让怕川普说好。因为这个，我跟你讲，中国大陆现在不缺钱因为去年它全球贸易顺差1兆美元，今年搞不好是1兆2000亿，所以他手上有 cash 那我就来跟你换国安管制取消可是我认为美国的民主共和2党不可能答应因为这个就是美国最后的筹码了。是，而且中国大陆还很有底气，你辉达 H20的那个晶片，他说我不要，不买，他不要，所以等于他就要跟你谈说是，不然我们来谈大的啦。对，你需要投资我愿意投资可是你对我的国安管制你要取消。对，这个感觉也有一点道理如果他们这样谈下去，就中国大陆的立场，对，他就玩大的。是啊。那美国那些建制派就怕你球丢给美国了，当然了，变成丢给你了。对啊，看你要不要。那当然也包括大豆我大豆也可以买所以接下来要观察，因为大豆那个钱对中国大陆也不大。去年20%大概是122亿美金，其实真的不多。他出了奇对，而且这又不是一次，他可以买6、7次嘛。是，就是这个情况。好，我们进一下广告。美国的军人是不是都过胖？台湾呢？来请教将军。我认为不是光只是从这个身材上面着手，有没有胡渣怎么样的，那个服装又要怎么样了？我认为这个不代表战力真正的战力是在训练呢。那他现在上有所好，下必甚冤，那大家都来做伏地挺身好了。那伏地挺身能够做到100个、200个的就升官了，不是光只是这个样，那大家比伏地挺身就好了嘛，对不对？就可以，其他都不要了。人家做的蛮标准的，你看。对，那以前我们做也很标准，我们做的是雷射，
镭射要下去，你镭射要通过，你起来的时候镭射从下面通过，做1分钟啊。对，是要这样子的。它镭射上面你没有标准，你没下去，镭射没通过，对那一个次数没有算，你还看那个次数在跳，好难是这样子。然后那个你做仰卧起坐的时候哈，也是镭射通过，你那个角度要弯过去，哇，好厉害是这个样子。然后3000公尺那就列得很清楚，你每跑的时候啊，你现在还你跑到这个第5圈的时候多少分钟很清楚的，都是这样啊。然后吊单杠也是一样，吊单杠的时候要上去的这个，你还不能这个来，它要平视，对，都有规定的。所以将军对是这样子。然后他现在只要做浮力就可以了，我认为太过度简化了。其实一个军人的哈，他要包括他服务的年资多寡，是，也包括他的学历，学历有养成教育，有深造教育、进修教育，还有没有学位的教育有，然后还有经历，你是当过主官的还是副主官，还是主管，还是参谋，还是教育职，都弄得很清楚，配分配得非常的清楚的。你有没有记功嘉奖多少？还有他的学资，你的考虑有学历之外啊，你那个学的后面的成绩还要再算进去。所以军人都要排名次的，为什么？要排名次才有这些成绩出来啊，有成绩出来才可以进入做考评，所以是很细的，而不是光做一个好像故意做简化了。可能因为赫格塞斯啊，他少校退伍，信心不够，那他又是国防部长，那他要展现他的这方面的这个我们讲的权力，那就这样。那大家你看有2位，最少有2位上将打报告不干了，都离开了，因为他不愿意接受羞辱嘛。怎么一个上将他打过波湾战争，打过伊拉克战争，也到阿富汗出过任务，结果你就这么讲那几个我们讲到冷话，那他当然就挂冠求去了。所以美国军人你要不要看呢？西点军校、空军官校，他海军官校培养的这些军官，他是有他的国家责任荣誉感哦，不是说就很容易就被收编哦。所以我认为美国的军力，我认为还是不要忽视，他是有他的一个传统的精神，是还是很强的。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川普对美国军人自有一番改革的想法，怎么看呢？文琦兄，我应该这样讲哈，如果我们当然看到这个背板，你会觉得很夸张，就刚刚将军讲，怎么做个伏地挺身就可以当将军？可是各位，我们回到历史的原点，就最近他们不是说风风火火的把全球各地散在全世界的800多名将军，要求他们回到美国维吉尼亚，所谓的匡提科的这个大礼堂做了精神的训话。我只需要把川普讲过什么话，跟赫格塞斯讲过什么话，各位那是在羞辱军人的灵魂。川普的说法，我跟大家讲，他直接就讲对这些吧，你们不要觉得我开玩笑，当然我也有点略带开玩笑。他说，如果你不喜欢我说的话，可以离开，不过你的军阶跟前途就到此为止。哦，你看到川普对一个专业的军人讲出这么不礼貌的话，而我们就是他同一系列出身的赫格塞斯，他讲的话也讲得非常简单。他说，如果我今天的说的话让你们心灰意冷的话，那你们就应该体面的离开。你很难想象。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时事评论员胡文琦。钱子好，大家好。接下来是前空军副司令张燕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关心国民党的党主席之争哦。我们可以看到呢，6位候选人都非常的努力在拉票。10月18号要投票，可是现在我们看到郑丽文因为在各项民调看起来是居领先的地位，所以呢，攻击他的还有黑函就特别多。我们看到郑丽文说，你黑函一直不断的重伤我，他呼吁党中央不要成为谣言制造者。哦，话中有话，他说好像不是我在跟各位优秀的候选人在选，而是跟党中央在选。郑丽文讲得非常清楚明白，他认为是党中央在攻击他哦，讲的可能是这件事情哦，讲说他当不分区的立法委员的时候没有回捐所谓的一个金钱因为有责任额。不过呢，罗智强跟郑丽文这2个人看起来比较针锋相对为了要不要办辩论会跟政见发表会，到底要删除哪一些，或者是要全部都走2个人意见很不一样。
郑丽文说，花莲的灾情的确很让人关切，可是党内的民主程序不应该中断呐。罗志祥是这样讲，他说已经有19位党籍立委联署呼吁停止办辩论，不要让人民认为台湾在受苦的时候，国民党只关心自己的党主席选举所以两个人讲的话都有一些道理，可是很明显的两个人互相不让，你不让我，我不让你。而我们看到还有一个留言最近在郑丽文的身上被贴上标签说，你后面有人在遥控你，谁呀？有人说这个 CK Young是长久以来国民党的大金主，有没有可能你在后面因为给钱啦，在 push 所以如果郑丽文当选之后呢，这个 CK Young 会变成在后面遥控的常进人。可是郑丽文应该也不是随随便便让人遥控的吧？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呢，有一个说法，永好派这么讲好了，永好派很焦虑，就说是不是应该要施压卢秀燕，叫卢秀燕出来表态呀？这个大姐赶快出来表态。表态之后呢，这些地方派系议长就说这个卢市长赶快出来表态，然后让郝龙斌的声势可以得以拉抬起来。这个是国民党内部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刀光剑影。不过我们再来看看，本来有台中天电视台在上个礼拜6会办一场辩论会，后来不是取消了吗？那馆长是提问人之一他就说好可惜我本来准备了2题要问都是两岸相关的，因为那场辩论会就是聚焦两岸。他说他想要问候选人，看完93阅兵感想是什么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问题，美国不断的在贸易战啦晶片战在要挟我们抢劫台湾你们有什么样的办法？要做美国的小弟吗？大概他问这2题，可惜没有办法问出口。那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智库这是自由时报的报道，说美国智库示警，国民党的党魁人选低估中共的威胁说是这个领先组的郝龙斌、郑丽文、罗志强清一色是抱持强烈中国认同的外省精英外交路线是将台湾的安全寄望于北京对中共的威胁缺乏警觉，认为9·2共识足以当保护伞，将走向令人忧心的路线这个是自由时报引述所谓美国智库的一个示警。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像是这个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外交家杂志就拿到了一篇投书，这个投书是来自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一位博士他的说法，他当然有做一些整理跟学术研究。他说现在美国政府在形成一种台湾战略2大支柱，第一个是有限度的承诺对直接防卫台湾很克制，甚至不会直接防卫台湾。第二，离岸平衡，建立责任分担的同盟体系譬如说你日本有 duty 你南韩有 duty 大家一起来帮忙不要全部指望美国。而另外我们来再看看他的说法，这个投书是这样讲，他说川普政府这个月逐步将重心转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而非明确承诺美国介入。那在这个外交上面，我们看到这一位赵怡翔非常年轻他现在变成国安会的副秘。那有一个独家消息是来自于日经亚洲4号刊登的，说他悄悄的到美国去重新安排赖总统可能要出访这个南美，上一次不是喊他吗？现在要出访南美，那主要是希望过境美国，他去做一个安排。来自 TVBS 的独家报道说，赵怡翔赴美就外交有一些外交官很美送这个是有可能架空外交部而且擅作主张混乱工作。我们看到涉外人士告诉 TVBS 的记者说，赵怡翔擅作主张赴美，不仅未能接触到相关的要员，还造成驻美工作处的工作混乱。不当的放话与擅权的举措，更可能冲击台美长期累积的互信基础，影响对美国的外交工作那详细的情况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看，国军又被当盘纳了吗？当这个盘子了吗？被做凯子了吗？海军无人机报价每架近1亿无人机哈贵的这么贵这个是海军的远俄专案，说是智慧型的垂直起降型无人机，报价一架要1亿呢这个是其实同一种这个类型的根本就不用这么贵所以我们又被削了吗？又被削凯子了吗？来请教亮哥怎么看这方方面面的问题？
这个救灾没有人会反对啦。是，问题是罗廷伟他那个18个立委联署，10月3号救灾已经10天了呢。那你现在说救灾非常重要，你这讲给谁听啊？你为什么不9月24号来讲？为什么是10月3号？因为就是不要参加那个礼拜6的辩论嘛。你说中天办的那一场？当然嘛，因为那一天就是要辩两岸关系，然后提问人有馆长跟欧桂芝老师，那他们就担心提问太尖锐。其实我觉得，你如果就事论事这样谈，其实我可以接受啊。就党主席，坦白讲，也不是国民党两岸关系立场的决定者啦。是，你最后还是要尊重立委啊，尊重总统候选人嘛。对，其实这个是可以公开谈的哦，就是说，这个我们不要把两岸关系在党主席造成一个好像大吵一场，好像凸显党内的分裂。是，如果这样谈，其实我可以接受啊。你干嘛讲花莲救灾啊？你太扯了吧！10月3号，而且赖清德都已经明白讲，就今天10月6号中秋节，对，清淤到了一定的阶段，不是吗？因为纪连成表现很好啊。可是他们说还有600万吨还在。我知道，可是那个东西不是纪连成能解决的嘛。就那个如果再帮了来，那大家又完蛋了。我是在讲说，你如果要用救灾当名义，救灾已经10天了。你觉得那个是借口？本来就是嘛。我跟你讲而且这个办8场政见会是党中央的决议，所有候选人都同意的，你说变就变。你应该就中天啊邀请谁来发问，你可以有意见。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开诚布公，就把意见讲出来。就是细节我们可以在对，就是说两岸有需要变成主题吗？然后让大家来看国民党内部吵成一团。如果这样讨论，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啦。坦白讲，我这次观察包括这个郝龙斌啊，包括罗智强、郑丽文，其实这3位他们的两岸政策都会尊重总统候选人的意见，对他们都有这样讲，对不对？只有张亚中要坚持嘛，他比较学术派，对嘛？可是目前看来他当选几率不高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既然是这样，那有必要吵成一团吗？我说两岸关系是，所以这个是可以谈的。你硬要讲成花莲救灾，很多人就听得很不爽嘛。包括周习伟县长，还有我听的都很不爽就没有必要这样了。那现在是黑函满天飞了，是还有什么吃狗肉？我讲白了，CK 让杨建刚很多人都认识，他现在也80几了，事实上朱立伦跟他也很熟啊，历届的国民党主席跟他都很熟啊，没错，对不对？因为他就是热心嘛，他也是金主嘛。然后跟黄复兴比较熟嘛，所以他上次就是支持朱立伦的啊，就讲嘛，朱立伦自己不知道吗？所以还要这样在他身上做文章。我讲白了啦，他的益康科技，我也特别去查资料，资本额10亿台币啦，员工104人呐，这样在台湾算是什么大企业啦？还好。我坦白讲，那个33会，那个主席林柏峰公开支持郑丽文，他的财力远超过杨建刚啊，所以我说你到底要扯什么啦？那杨建刚是台商代表吗？也不是吧。所以我说讲这种话就是刻意利用大众的不了解，要来抹红嘛。比如说风传媒连续登2篇文章，同一个人写的啦。我讲白了，这个人就是支持郝龙斌的啦，你还要这样玩吗？太过了吧！你以为杨建刚大家都不认识啊？连我都认识，我也见过面。拜托好不好？要这样玩政治太 low 了啦！我就讲谁写的，叶明强写的啦。我直接指名，你还要搞吗？还要继续搞吗？够了没？而且这次的选举你去看谢启大新党的说郑丽文是台独，说他是第2个李登辉 ，OK， 对，他有这样讲。那叶明强这些人怀疑他是红统，对，同一个候选人
有一些人说他是台独，另外一些人说他是红统，那够了吧？你要这样选吗？我就讲了，新共和通讯，国民党里面的独派啦，主张中华民国第二共和的谁，大家都知道了，那个人就是支持朱立伦的啦，整天在说人家是红统啊，在放这个消息。是啊，我们现在就已经看到，郑丽文不方便讲，我来讲嘛。有人说他是独派，有人说他是红统。吴子嘉就跟我讲，他这辈子还没看过这样的人呢、既然是独派又是红统。还有昨天沈富雄在我节目里有特别讲说，郑丽文还有除了这个被贴标签是红统之外，还说他有可能选上之后自己要选总统啊，不可能，也有这样子的风声出来。我跟你讲，这个实在是讲多了。郑丽文，我跟你保证，他一定支持卢秀燕啊。所以就是他一直被我讲白了啦，郝柏村背后支持的力量才想选总统啦。你要讲谁啊？好，所以的确啦，党内郝龙斌啊，我说错了，郝龙斌。我想说郝柏村，郝龙村的儿子郝龙斌哈，因为这个党内虽然有竞争，竞争就会出现裂痕，竞争就会出现伤害。现在看到了伤害了嘛？来文琪兄。我应该这样讲了哈，因为我是前国民党的发言人，现任的亲民党发言人，我讲这个应该有点公道话了哈，不是我刻意要各打50大板，但是现在国民党这个党主席的6个选举啊，这6小福搞成这个样子啊，我觉得大概又开始让那个味道改变了。那套句马克吐温讲的，历史本来是不会重演，但总是有惊人的相似性。那我觉得国民党现在又开始走上这条歧路了。就是所以，当接下来国民党的形象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个是我一定要提醒。所以我必须讲，这6个候选人各有优势，就是有优点有缺点，没有人是100分的嘛。但是刚刚亮哥讲的那个，我觉得很对，就是说在讲这个所谓的辩论会的场次的时候，到底要几场？就像刚刚我跟严庭将军在聊，美国人家也没这么多啊，但是一开始你们有没有表态意见说啊，不然讲规定伤济啊，伤济伤少嘛，咱有一寡议题是亮哥讲的啊，有一寡咱起码也得恭贺，是不是？我们先怎么样？你必须事先说清楚、讲明白，就你们都是大人们哦，不要说韩国瑜的小编，你们这些大人们是不是好恶心？你们怎么都没有想过说你们怎么样呈现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当你说希望团结的时候，对外的时候，你们怎么会让人家看到现在这种状况下又打成一团了？就中间选民跟那些浅蓝大概心里又觉得啊，林佳郎又回到了过去，又乱呐，又像老国民党，所以你为什么不早说呢？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国民党啊。身正不怕影子斜，尤其我们看到了刚刚讲的所谓的馆长的这些题目，我必须讲，确实如同馆长讲，非常的可惜，因为这个东西是国民党迟早你要面对，因为9·2共识一中各表，我先不管一中各表。根本老共从来没有谈过这个东西，一直以来都是国民党的包袱。所以，如果他想要走出一个所谓的传统的支持者的窠臼，不要被民进党妖魔化的这个所谓的一中各表或是9·2共识，他当然就要面对类似不管刚才提到的欧桂芝啦，或是馆长的题目，你必须要直球对决嘛。就你现在不直球对决，又把这个延后，所以确实没有错啊。救灾是9月23号发生的，就是发生灾害，你怎么会到现在才在讲这个？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到目前为止的表现是令人觉得失望的。那回过头来讲，刚才提到的说所谓的这个什么海军的报价，我必须简单的回应啦。套句赖品妤讲，重启个屁！我必须这样讲，不是我刻意讲这些。你觉得我们的国家的这些国安单位及格吗？人家连我们自己说要所谓的无人机的国家队，我们都拿到了西班牙人家海军的一些案子哦。你不支持自己的国建国造或是一些机会，就还被人家说哇，原来报价还是1半以上，所以代表这里面有没有人谋不彰？所以我就说今天海军讲的这些话，包含我看到了所谓的安捷航空的董事长，他们为了这个所谓的海巡的一些需要，启动了所谓的苍鹰计划。我很难想象一个政府，能够就是说有很好的案子可以让他们去选择，可是他们永远挑最贵最不好的。我讲一个例子就好了，记不记得那时候疫苗专案，我们的陈时中讲说我们要保密。我跟前子问一件事情，当我给你买这个杯子，假设你买5块钱，我买2块钱的时候，你或许会说，
文琪，我们签个保密条款，不能让人家知道你买的比我便宜，其他的国家会抗议。如果你买5块钱，我买10块钱，我台湾买的更贵的时候，有没有需要保密？当然不需要，当然不需要嘛。所以你就看到今天的所谓的海军的这个所谓这个无人机的这个专案，我再一次的看到了我们的台湾的政府再一次的当冤大头，非常的可怜。然后最后我要讲对于川普的话，各位。听听就好了，他基本上是一个疯子，所以他的话不用太过当真。这个军事的专家要问将军怎么看这个？那我先讲就是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的选举我认为像他是这个辩论会6场，然后政见发表会8场，总共14场，不要那么多了。我们总统选举才2场辩论会就结束了，你搞那么多干嘛？点到为止，言简意赅。你这边吵，浪费这时间干嘛？我认为没有必要啊。大概2场3场就够了。美国总统的辩论也只不2场，就结束了，就没有了。那我们弄那么多，现在最重要的，我认为是要讨论一下，今天当党主席，立法院在他手上，什么在他手上，要怎么样去打贪打腐了？这个重要啊。这我们的人员政策怎么样？他要去表态啊，然后。对立法院，他要去领军作战啊，他要做，因为他党主席要做个战略指导，他怎么去战略指导？有哪些要怎么样去做？比如说这次救灾行动为什么会造成重大的水灾害？为什么会造成溃堤，造成一发不可收拾？然后到后面之后变成收烂摊子，大家抢着救灾，动用了这个总共17万这个产子超人啊！你看大家都自发自愿的过去，为什么会这个样呢？我认为这个主席你要当主席，要怎么样去防范这些？要怎么样做最好的在野党的监督？就是要这样子来辩论，不是党内互吵。你知道互吵意义在什么地方？民进党那么腐败，为什么不把枪口对着民进党？对不对？他那么的贪腐，然后民进党一直瞧不起军人，现在救灾找了军人，要救灾以前，这个民进党说在联改说军人是米虫，一直说军人是米虫，到现在为止民进党没道歉。你的党主席要怎么样去？还给军人一个公道，去帮在这个立法院为军人做争取，是不是要这个样来做才对啊？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国智库所讲到的有限承诺跟离岸平衡，就两岸的关系，就是美国对台湾的我认为到现在为止看不出来，仍然应该是乌克兰模式，就是乌克兰模式给这个武器装备卖给乌克兰赚钱。同样的，两岸如果有这种状况，卖武器给台湾赚钱。就这样子，然后打越久越好，因为打越有相互毁灭，就跟乌克兰现在把俄罗斯2个相互毁灭掉之后，增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30年的安全。为什么？把这个战略时期，把俄罗斯的精力耗在乌克兰战场上，这是一样的道理。是。我们刚刚听到了将军的解析大概知道川普在想什么。可是对内呢，他对自己国内也在启动内战吗？这个很多美国人民就是看不懂的